想做什么都可以尽量尝试就对了。全球10大美丽的公路之一，这个 D400公路，我们要来自驾旅行。旁边全部都是地中海，超级美。这一座罗马剧场，我们其实是可以实际走进去的，而且它可以容纳大概1万人以上。1万人，所以你就想，真的假的？终于快去到了哈。Take me with。我的姿势跟涂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吃的哦，超好吃的。就这样就，哇，他们怎么没有？就现在已经有很多毛。我不但用不着，全部都是毛。这个羊呢，我不能。哎，真的跟打麻将一样，你要一组一组这样。对啊，他妈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来，回牌！马莎拉。哎，涂家，我跟你说，今天天气太好，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啊？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一个算是在全球10大美丽的公路之一，就是在沿着这地中海畔，在南部，你说安塔利亚、Fattier 啊，然后一路这个 D400公路，我们要来自驾旅行，国际驾照都已经准备好了。这里有很多这种的，因为是这里边有很多俄罗斯人嘛。哦，对。夏天他们来这边租车，因为是他们也喜欢自己开的，这样比较舒服。所以当然是比较自由。我们来找老板啦。Merhaba. $1700. Limiti var 170 kilometre günlük. Başlarını start eder 1 kilometre altında. 一天170公里，超过170公里的话，每个1公里是6块里拉。 6块里拉6块里拉很便宜啦。便宜，很便宜。 5块台币，5块台币在台湾买什么都没有的，买不到，真的啊。说到这条 D400公路，不但是土耳其最美的沿海公路，更是全球的自驾爱好者必定朝圣的路线之一。尤其是从安塔利亚到 Fattier 之间，也是整趟公路的精华所在。我开车有个习惯，就是我不喜欢前面有车。希望，我觉得希望，可是我相信你，没问题的。希望，这个风景真的很不错。它两边有山，对，台东花莲的感觉。对。因为 D400，我昨天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它有超过2000公里，2000公里，整个海畔全都是这样子，右边山，左边山。哇，有了地中海畔，而且今天天气超好。真的，我们在一起。D400公路上不能错过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搭乘这个 Olympus 的缆车，一路上到2365公尺的塔赫塔利山，登高望远，壮阔的山峦景致和海岸线的风光一览无遗。好，那我们买完票了。其实我们今天特别安排这个行程，是因为这个缆车我们都没有搭过，而且它是算世界上最长的缆车之一。我第一次搭，它也是。它的高度，像我们现在海拔大概是680到700之间，我们等下15分钟内会直接上升到2300，然后这个过程大概15分钟，然后长度的话4300多公尺，哦，那而且它每半个小时一班，对，那快直接 check in。哇哦，这个很大，这缆车很大哎。这个缆车我刚刚看一下，它大概可以容纳最多80个人，哇，全部塞进去，它就慢慢上去。80个人，哇！随着缆车缓缓的上升，周围的景色也从蓝绿相间的地中海森林，慢慢进入一片白茫茫的云海之中，更让人清楚感受得到海拔高度的落差。我们现在入云海了，好像现在我们会去天堂那个，你看。应该是我会去了，我人很好。通常啊，按照物理学来说，每上升100公尺就是温度就是会减少0.6，所以我们从700公尺到2300的话是1600公尺，好，再乘以6的话，大概是差了将近10度，所以下面只有16度的话，我们就只剩6度，对，然后再风再加上去的话，应该拍什么？所以快点穿衣服。
我不要感冒。哇，3B 瞬间嘞，瞬间，太夸张，上面竟然还有血。OK 了，我好了。那你有带裤子借我吗？God bless me。世界最长的缆车之一，果然不是随便说说，直接把我们从夏天送进了冬天，就跟土耳其多变的气候一样，光一天就有4季体验。所以来土耳其玩，春夏秋冬的衣服都得备齐。好，各位观众，哦，哇，勇敢呢！等下最辛苦的不是我们啊，是导演跟摄影师，他们就差点了，伙伴跑掉了。不用了，不用，他不想出来啊！对，你们那个收音有没有听到我们每个人？等一下，我看一下。其实我需要拍你们。啊，这边，你们看这边哦，我看一下哦，这边哦，大概5度左右，绝对只有5度以下，因为真的是。好，这边就海拔236，那边都写清楚了。好，啊，你看，哎，讲话，主家，我的伙伴，你要讲话。哦，你们一定来这里，我们冷死掉了，你们也快试试看这个。我觉得这里的真的，刚刚那个小姐说了，这边有，没有这么晕的话，风景很漂亮，可是我们的运气很冷嘛。没关系。可是你们来这里可以玩，我可以玩冰。对。怕冷的话，你们这样子。哇，我的手不冷了，我的脚很冷。那边可以看得到一点点。哎，不错，晕开了。啊，对不起。好了，没事。好冷。哇，这里仅剩，这里是迎风面啦，所以可能是把那个云全部吹开了。哦，这边有点那个我们合欢山的感觉，你看，这整一片，然后讲话都讲不清楚了。太壮观了！周遭大片的云海流动，点缀着白皑皑的积雪。用苏东坡的诗句“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形容我们现在的心境，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感受完奥林帕斯缆车，我们从山顶一路下山，前往下一个行程——地中海海钓。听说这里的海域超丰富，是不少钓客的首选哦。现在来到地中海，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会游泳吗？这个问题真的很难的问题。会还是不会？一点点。我不会骗你，一点点也没有了。就是完全没有。所以你今天需要保护我。我没问题，我们去海钓好不好？我们去钓个鱼，带你去钓鱼。你不用担心，我的运气很好嘛。好，没问题。今天我最少5公斤还是6公斤吧？好，没关系，你就大家都有听到5公斤、6公斤。你的脸没什么不相信我的感觉。好，这边有。Merhaba. Nasılsınız? 哎呀，蓉蓉，礼貌一点。这个是土耳其小公举。洗在一起就拍摄，因为土家出生在不靠海的安卡拉，加上今天的风浪偏大，新手上路难免紧张，但搞不好就是这样的新手运可以满载而归哦。哦，它这个是用那个一个贝类，你知道吗？就这个，大家应该有在台湾应该有看过。竹笙嘛，对不对？问题是很熟悉的感觉。姐姐说一般的话，她放了1颗嘛，可是她现在放每个地方。她放6个。今天我们一定钓吧？一定要。5公斤吗？还是4公斤？好，我们先看。We'll see。Siz de beni alın. Şurayı tut şöyle. Şöyle. 因为这边有40米，所以就是我们先让我们的饵沉底，然后再慢慢的拉回来。OK。 Vurduğunda hissedersin önde. Titreme yap. Böyle tutsam olur. Arkaya doğru ayağını.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姿势跟涂家是完全不一样的。O zaman çekme böyle. Çevir tut şimdi. Böyle mi? 我刚刚开玩笑，现在真正的涂家开枪。蓉蓉按哪一个东西？往前对，翻这个吗？对，好，它就掉下去了。它一直去，它会直接放在那个海底。嗯，对。
好啦，玩笑归玩笑，既然到了地中海，当然要认真来试手气。而且在地中海海钓，最让人上瘾的就是这个超 chill 的舒适感，刚刚好的海风，暖暖阳光洒在身上，原来钓鱼也可以这么的疗愈啊！朱营快知道啊哈！新鲜的虾，看一下会不会有。大家可以吃一般的，涂家给我一个。给你一个吗？对。等一下。哎，不能。哦，有老板请我们巧克力。哦有，凯哥勾到我了，难怪我瞬间觉得好重哦，有一瞬间。好了，涂家我们需要你，你们干嘛？我们缠住了，要跟他讲一下。他们不太专业啦。如果我的话，不是，你先讲了，要开船了。好了。就在我们开开停停、收竿下竿了将近2个小时，最后的结论当然就是残念收场。虽然说共顾让人很呕，但贴心的船长也还是准备了正宗渔人料理，帮大家打打气。对，先加连上去。对，啥？哦，好吃哎。哦。哇，马夏拉，它不会太咸。重点是我知道很多很怕吃鱼的人是因为很麻烦，鱼刺很多，但这个完全不会。真的没错的，我喜欢超好吃的。 What is the fish, darling? Amazing, and I have a see gift for you. Oh, really? This is our travel show's logos. It's a Oh. sticker. You can attach it Really? on the boat or anywhere. Yeah, anyway, we can do that. Yes, Let's do Kaptanını that. gördüğü zaman. 哇，我们有自由号了。Oh my god. That's and this is our Oh, gift too. 小礼物，小礼物，谢 The 谢。 stick. 哇，还有可 It's a star. And 海 foil. 星哎。 It's full of Thank you so much. We need that. 会不会太贴心了？不只有船长的私房好料，还有幸运的海星加持，海派的热情绝对要好好来纪念一下的，对吧？ And wait, it didn't finish then. 要印个唇印在。喂， Cheers. Then. 哇哦！这个赞。旅行最棒的就是出乎意料，虽然海钓不如预期，但也因为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更认识在地人的个性。也因为是自由的旅行者，才能用最自在的方式探索地中海，还有这条最美公路。你看，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我觉得算是整个第400公路最漂亮。这里是 Finicap， 旁边全部都是游艇，对，没错然后天气变得超级好。我们刚刚不是在山上很冷吗？没错没错，这里我们真的穿短袖。对。我最喜欢的这边为什么这边？这里是每次我们说那个地中海的房子嘛，对还是那个希腊那种的房子，这边都是这样的。对，满满的都是。里面超漂亮哇，这里很漂亮。我们等一下有点像我们台2线，就是宜兰那边，滨海公路那边，我们等一下有点弯弯的地方，哇，那边左边全部都是地中海，超级美。这里真的值得，开车真的很值得。如果我住在这里的话，我不会生病。哎，绝对不会生病。真的，你每天晒太阳、游泳、晒太阳、游泳，哇，这里很赞。我们就享受这个地中海风情。看看，哇哦，很平的，地中海真的很平。接下来就要开始9弯18拐了。你这里需要小心一点。对，因为这边车子多，超多的，路比较小一点嘛。那我们的目的地呢，其实就是要再开40分钟，我们要去找圣诞老人的故乡。因为其实大家会以为圣诞老人是北欧，说芬兰啊、瑞典啊的那里的人，因为他就是红色的大胡子，然后穿得很厚，有没有？但没有。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叫 Saint Nicholas Church， 对，就是在我们40分钟的车程，而且它是以绿色的为主哦，不是红色，这很特别。别怀疑，我也是接触土耳其文化之后才知道，原来圣诞老人竟然是来自土耳其。不止如此，真正的圣诞老人形象也和我们所知道的相差10万8千里哦。看一下，好了，这里就是 Damray，然后那 Damray 呢，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过的 Saint Nicholas Church 就在前面。
那回到这边其实有种回忆的感觉啦。我们上次来就是很记得这个广场，因为它旁边都有很多咖啡厅，就你可以在那边好好的休息，然后小朋友在那边踢足球。因为是我知道很多天主教人、基督教人来这里嘛，还有很多旅客也好奇，对真正的圣诞老人是住在哪里？没错，所以很多人来这里。它其实前面有一个雕像，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然后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保存上很完好的一个教堂。你发现吗？他比较像土耳其人。他的服装跟我们完全想象的不太一样，不一样的。最酷的是他是穿凉鞋哦。来，我带大家看一下。罗马国家的人穿什么？穿凉鞋吗？他穿凉鞋，然后是把裤子拉起来的，这跟我们大家想象的形象都不一样。原来圣诞老人的本名叫做 Nicholas， 出生于西元3世纪的土耳其。因为致力于宗教活动且一生行善，最后不但成为这里的东正教主教，更被尊称为圣人。而这样的形象也就成为日后我们所熟悉的圣诞老人。这个非常的物价，这边的票价要17块欧元。马夏了，那你先吧。好，2000年有的吗？这个有1500多年，我记得。1500，因为它其实开到晚上7点半。很棒。这里我真的很喜欢。哇哦，你看，这边也有。这必须要给大家好好看一下，这边的壁画都保存的像是这样子。虽然当然就是因为可能战争关系，他的脸都已经被化掉了，但是每一个都有，而且有些还保存得很好。就我觉得到了这边就是要请我们的导游阿麦，让他多露脸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教堂其实是遭到很多不同的时期进行扩建，为什么呢？因为埋葬在此进行布教，然后在这去世以后成为圣人的那一位就是圣尼可拉。他可以说是在近代，尤其是在近期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进行了一个包装下以后，成功的给大家印象里埋藏了一个圣诞老人这个角色。其实这个牧师他其实并不是什么胖胖的大胡子，身穿红色的衣服，那是经过包装的。对，包装的，那就是可口可乐公司进行包装。他其实是一个很苗条、很弱瘦的一个老人。他的整个布道的这些年都是在这边。Demre 以前的名字叫 Mira 谷 ，Mira 是吕地亚国的最大的港口城市的一个布道者。后期呢，他也是在这边去世。由于在他生前布道的过程中做了很多善事，即被后面的基督教会们把他给予了这个圣人的一个身份。刚才门口大家看到的那幅，后面有光环的那幅画，它其实就是尼古拉本人的一个画像。但有个细节，光环里面如果没有十字架，这个就是圣人；光环里面有十字架，那就是要么就是圣母玛丽，要么就是耶稣的一个画像。然后据说尼古拉本人的这个棺材石墓也在这里，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个。据说尼古拉本人的这个棺材石墓也在这里，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个。就在这边。在我们土耳其的官方资料说是他的骨髓骸骨是从这个石棺里面去发掘的，在后期14世纪早期的时候是被意大利的水手们带回了这个意大利的一个故事。然后其实很多西方的很多教堂都有说自己的这个圣人尼古拉圣人的骨髓埋藏在自己的教堂里面，来传播自己的这个教堂的一个重要性，让很多信仰者去他的教堂去布道。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因为早期他做了很多善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当时的人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自然现象，就是在圣诞节那一天，12月的24到12月的26之间的夜晚会比一年中的所有的夜晚还要更长。所以呢，当时的人们就是思想还没有那么去聪明，他们觉得就是隔天太阳不可能升起，因为在很多宗教的一个启示录篇章里面，太阳如果在隔天没有升起，那就是末世的到来，所以很多百姓、很多信仰者害怕。所以呢，在这个夜晚里面呢，我们的圣尼古拉他就是给
所有的孩子也好，或者是信仰者也好，送去这个礼物、祝福，以及那些贫困没办法进行生存，会被商人去贩卖的一些少女们。他夜晚上都会爬到这个屋顶的烟囱里面，向里面扔钱、扔衣服、扔食物、扔礼物，从而让他们度过这个寒冷的这个冬天的世纪啊。所以呢，在他去世以后，教宗就给他了一个圣人的一个称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壁画有多久的历史啊？其实这些壁画都是11世纪后的，所以可以说是有将近800-900年的历史。其实整个教堂很多的壁画被破坏，像原本地面上都有这个马赛克，拜占庭式的马赛克，金箔的一些马赛克图案都是被抠走，都给破坏。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安纳托利亚已经在中世纪以后被中东过来的阿巴斯民族穆斯林进行战略，所以呢，整个教堂在后期跟所有的教堂的命运一样，加了一个宣礼塔，清真寺。清真寺呢，由于没有肖像的这个画像的一个允许，所以这些画像都会被刻意破坏掉。所以这些画像其实都是被石灰的这个覆盖下被保留下来，后期被考古学家慢慢的把石灰给废除，才保留了它原来的一个样子。没想到眼前保存完好的壁画，还得归功于当时不得偶像崇拜的规定，让这些尘封已久的历史文物有机会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重见天日。哇，里面空间很大哎。对，它是因为后期慢慢的进行扩建，才会有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原样。其实这些墙壁，它都是已经才只有600-700年的历史而已。才对700年的。那这边就是进行你说洗礼啊那些最主要的仪式吗？对，基本上所有的教堂都会有一个布局，这个布局的最中央就是它的一个布道的讲台，讲台都会有一个祭台，对，祭台上有个很大的一个一般都是用石头做的那种水槽、水池。所有基督教会出生的婴儿，他都会进行洗礼，才能成为这个基督徒。所以很重要的一个祭台就在这里。但后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拜占庭式的一个柯林斯柱，看到吗？这就是证明当时初代的教堂的天花板其实就这么高。就只有这样子。对，然后慢慢的进行扩建。拱形的一个建筑特征是后期拜占庭才会有的，然后慢慢的这种风格也是为奥斯曼土耳其借鉴改成清真寺。对，土耳其不愧是千年古国，每走一步都是走在历史的交集当中。而离开充满故事的 St. Nicholas 教堂，我们往乡间走去，看看另外一群和土地自然密切连结的牧羊人吧。你看这个，我小的时候开这个，你自己开？我9岁的时候，乡下都没有人看嘛，我们自己开。那我们这次来到乡下，安塔利亚的郊区，我们要来干嘛？其实今天我们会看到乡下的人的生活，还有我们看什么牧羊。牧羊人的生活，没错。历史我在行的嘛，因为其实你从6000多年啊，那个中亚的人迁徙到这边，他们一开始就是牧羊。没错，还有。这里的人比较突厥的突厥，对，突厥的后代，对。那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来看一下牧羊人生活，甚至还要来吃传说中的羊奶米布丁。其实安塔利亚也就是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地区，这里也是人类最早饲养羊的地区之一，历史大约有数千年之久。主要是为了获取羊毛、羊奶和羊肉，所以对于当地人来说，羊不仅仅是经济的来源，更是生活日常。真的要翻过去，然后抓挂了。哎呀，我们是印度人。OK， 好，我们来帮阿碧打扫。这样比较安全。来，那个途家最会的画车又来了。你不是女生了，这个。他这样说，干嘛？你来交换。你看。Abi sence nasıl yapıyor?
Allah pek iyi yapmıyor. 他说不太厉害，加 Biraz 油 daha！tabandan, biraz daha tabandan. 对，深一点，深一点，他说有，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有很多大便，我们要把它往外面 Çoğumayamadı. 把它哎，清你来扫出去。你来这里学这个当然有大便哦，很好很好很好，还有干净，这边这边这边，哪里？啊是。 nasıl abi？ Güzel güzel. 哎，你他说知道现在好了，现在很这样好 OK？，继续， Güzel 他 güzel 说 temizliyor. 继续。我长大以后也要会土耳其文。台湾人就是有那种苦干实干的精神。好，那土耳其人也有他们的精神，就是 Aylık yarım geçiyor, 很爱讲 yıllık 话。 6 geçiyor. 对，哎，这里讲啊，我讲哦。好吧，我只能说各司其职啊。毕竟土耳其人真的很爱聊天，拉近感情这种事情就交给涂家吧。我就用实际的行动，好好的来帮大哥照顾羊群。关起来。 Hello，安全注意，你看安全第一，像人玩那个老鹰抓小鸡。不用怕。有点可爱。你看，还这么友善。好，我们来喂，做正事，做正事。你不能安全。老板看你，你离开的话才给你薪水。没问题，没问题。很好，很好，那边用 OK。现在帮他怎么做介绍的。我的工作最难的，因为是他的身体累，我的这边累。找到一个我可以吃的。什么？花生啊，这有花生啊。干嘛跟羊抢东西吃？因为我看他们吃的那么开心，我也饿了。你看，真的有花生。不好意思哦，我看见没有花生。他说你可以抱抱，你不用妈妈直接你抱抱，直接抱抱。那就大家吃。现在很怕了。对啊，没有，他现在不怕了。你现在摸他，他比较不怕。是吗？他现在有心跳变慢了。可是我看他的眼睛的感觉是很怕的。真的吗？对，你看，好像跟我妹妹一样。对，跟他刚刚长得很深刻。他说什么？我们让他下去跑跑。好，来去。俗话说得好，天然的雄鹤。从喂养的牧草就能发现，这里的羊吃得健康，也因为饲料无人工添加，也难怪羊奶这么的浓醇香啊。你看，认真看。 Ben birazcık salam. Ben bir ceni yumuşatan birazcık beklesin. 啊，就这样就，哇！我以为是慢慢流出来，结果没有，他们是用喷射的。大家听到那个声音吗？其实很快，它那一桶可能大概2公升左右，大概1分钟可以把它弄完哦。 Ucuna doğru. Memesiyle 这个真的 beraber. 有难哎。我家，你看，加油加油！你看，你看。这我来。哎， Şeye yakın durmasın. 它的奶在哪？哦有哦，这个摸起来是很扎实的。哎，没有啊。 对下面，对下面，对，不是，他们怎么没有？你是吗？有了，他喷我都喷那边。等一下给阿姨，你看这么简单。哎，等好啊！等。 Sıkacaksın böyle bak. Sıkacaksın tam. Evet işte öyle evet. 可以。 Evet. 哦，这个很用力耶。 Ucundan biraz ha. Evet öyle yapacaksın. 因为要疏通它的那个乳腺。 İkisini birlikte yapsana. 他说两边，İkisini birlikte yap böyle. 对， Evet. 对，加油，小心。 Ama kılla doldurdu içini. 阿姨说现在里面有很多毛。对，里面都是。等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不到1分钟，全部都是毛。这个羊奶我不喝。没有特别的味道，可是说这个比较有一个味道很明显，就是小时候你吃那个羊奶钙片有没有？就是那个味道。原本以为挤羊奶很简单，试过才知道力道和角度是一个关键。满满1桶的羊奶含有丰富的钙和维生素，绝对是最棒的营养来源。这个现在在土耳其甜点里面算最不甜的甜点。
这个是在土耳其甜点里面算最不甜的甜点。那我喜欢。这个的做的是先你准备米嘛，对，你先米大概放水里面大概半个1个小时，那个米之后你放羊奶的话比较好吃。有一直闻到那个香味。 1,5 saat oldu. 1个半小时，它就我要煮1个半小时。 1个半小时。我们要加糖了吗？等一下，我们是用1茶匙，它是1杯。 Karıştır. 2 3还有吗？4哇哦！ Bir tane daha koyacağız tamam. 加油！太多。看，Hepsi biraz. 哎，等一下，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肉桂粉，对，没错的。它很有嚼，就跟咀嚼感觉不错。 Dondurma gibi. 因为其实我以为啦，它的米会煮得很烂，结果没有。那你说甜吗？超甜，真的很甜。这个甜不够了。一般的话，那个米布丁用牛奶嘛。用牛奶。对对对，羊奶是很少的地方，真的。你吃得到。那我们今天是大富翁哎。对啊，我第一次吃了，我是现在32岁的一个土耳其人，我第一次吃。羊奶它那个鲜甜的味道有出来。好吃的土耳其话怎么说 ？Lezzetli。土耳其人的喜欢的话，漂亮的话，好吃的话，我很说。Teyzem nasıl yapıyoruz biz böyle? Dikkat. 哇，你看我已经吃完了。米布丁这个是土耳其的家常甜点，一般都用牛奶为主，所以能吃到限定版的羊奶米布丁，绝对只有在安塔利亚这里才找得到哦。不过安塔利亚的独特性不只有这些，另一样土耳其最神秘的文化遗产吕基亚石墓，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些直接雕刻在峭壁上的古墓，是古代吕基亚人留给世界的奇景。那现在时间点有点晚了，但这边有个东西我一定要跟涂教好好的介绍一下，好像我真的是土耳其人一样。这里呢叫做米拉古城，这算是土耳其3大古城之一。你知道它这边有多久吗？给你猜一下，你看一下前面有些遗迹啊，你有个罗马剧场。 2000年。2000年吗？哦，更久。 这边有2500年的历史，对，西元前5世纪呢，米拉城就建立在这边了。而且它当时你知道是做什么而致富的吗？很多人在这里，他们专门提供香精给伊斯坦堡。伊斯坦堡对，还有埃及的香精，然后这边就很多因为也在港口边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很有钱。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边上面那个，全部都是墓穴。所以大家应该很好奇，为什么在这个古城当中，米拉古城这个坟墓的方式是 建在山壁里面，然后直接雕刻成型，有点像那个 Petra 古城，有没有？那其实因为这边算是有钱人的区域，所以你可以看到空间其实里面很小，就一点点，然后可能里面大概3-5米而已。但有些还是非常非常大了，这应该就是一个属于家族墓穴，就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空间。你看，马上就到头了，很明显，一点点空间而已。 其实这样看，一个一个又一个，这样慢慢堆叠上去，在整个D400的公路区域，其实都可以看得到，从 Fethiye 然后到 Kaş， 甚至到这边都有，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距离其实非常非常的广。那这边这一座的一个罗马剧场非常非常大，我们其实是可以实际走进去的，而且它可以容纳大概1万人以上。 1万人，所以你就想，真的假的？我们那天不是在那个FS 的古城吗？对，那个阿曼有跟我们讲嘛，剧场乘以4，大概就是这边人口数，所以这边至少到4到5万人居住在这边。哦，而且你看，从西元5世纪，然后这么多这么繁荣，一直到现在，就变成了我们一个3大古城之一啦。哦，很有感觉哦，这里真的不少。对啊，这里很有感觉。因为你看，我们去 FS 的时候，竞技场进不了，但这边可以。 2500年，对，哇哦！但是应该说最早是2500年啦，但是这边当然是后面慢慢有钱以后才把它盖成这么大的。你发现吗？你问我这边大概几年的话，我最少跟你说2000年。Why？ 因为我们觉得200年的是，没什么，对，没有意思。要后面加一个零。对，我们需要一定1000年、2000年。这里真的很漂亮，你看。对啊。 很壮观呐，那个体感这样子，而且刚好又只有我们。对呀，真的
很安静。那我这边呢，要给大家看一下，有一个遗迹是我们现在还看得到，有个算是剧场的面具吧。我会觉得现在看起来很有喜感。来给大家看，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面具？是什么？这个就是剧场的感觉啊。因为以前他们罗马时代，他们在演戏的时候会戴那个面具嘛。对，就是流传到现在，所以你看他们就是非常明显。还有这边也是，对吧？你看可以保存得这么好，真的很厉害。我现在摸2000年的一个历史，哇哦，2000年。不一样的一个土家也摸这个，现在这个土家摸这里是你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哦，这个是应该是国王做的。我说什么你们做什么，好不好？好，好，快给我咖啡。哦，这个是应该是国王做的。我说什么你们做什么，好不好？好，快给我咖啡。站在罗马剧场当中，这个曾经是古代观众热血沸腾的舞台，只有亲自来到这里，才明白众所瞩目的震撼。而随着夜色渐渐暗了下来，土家告诉我，对喝茶成瘾的他们来说，上茶馆绝对是另类的夜生活哦。土家，我们吃完饭你要带我去哪里？晚上的乐趣所在。我现在带你去土耳其人吃饭之后，最爱的地方是我们去哪里？我们是土耳其式咖啡厅。土耳其式咖啡厅。土耳其式的咖啡厅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在家很无聊，还是已经退工作，不知道做什么的人来这边，一边喝红茶，一边跟土耳其的朋友们玩游戏。男生女生都来吗？其实大部分是这边是男生的，比较男生的文化。去看看哥哥在。我们来找人。对，帅哥，我们找帅哥。帅哥在这里。Zafer abi。İşte burada. Buyur abi. 真的很帅。你看这个帅哥。Merhaba。Merhaba。然后长得像谁吗？你看看。你给他看。Abi bence de çok benziyorsun. Bir bak bakalım. Abi Gir. Evet. Evet. Bana benziyor。他像我，不是我像他。茶馆类似于台湾的里民活动中心，不只是休闲和社交的聚会场所，对男主外女主内的土耳其人来说，下班后和哥们相约打牌，也是男人们的避风港。这样一坐下来，桌子搬好，然后红茶就会上来。你要喝红茶还是我刚刚跟你说的不一样的那个 kiwi？ 我喝不一样的 kiwi 玩的吗 You're gonna make it upside down. OK。因为是先我们不知道大概洗牌的概念。OK， 然后一次5个一碟。还有旁边的人，有些人看你嘛，这个也很重要的。他们没有玩游戏，可是他们喝你的红茶，所以你还要请他们红茶，他们也很重要的两位。所以他们很重要。难怪这个阿弟坐在我旁边了。对，原来是这样子。他们喝免费的红茶。Come on, you throw it now. Do it first. The first one and the second one. 对，第一家的，现在是 Green lemon is Joker. OK。哎，真的跟打麻将一样，你要一组一组这样子。对。You have 11？有军事。你看，哎，想问我没有讲。I don't know。他真的很聪明。我刚刚说了，如果你有蓝色11的话，给我们看，他没有给我。我没有讲话。他现在放这边餐，对不对？我看看这个餐需不需要，不需要的话，我在这边拿的。其实我拿的这个也不需要，所以我给你。OK。对，你看看你会不会？要蒙白我。哦，不用的。台湾打麻将。Tayvan'da打麻将var, onu çok şey alıyorlar dikkatli. Aynı tek taktik. Burada da hangi taşın geldiğini görebilmek için. 它也跟麻将一样，三个这样子吗？不是，这个也可以，比如说1、2、3、4、5、6、7也可以。如果一样的颜色的话都 OK 的。对，所以这个是，比如说不同的，你有6，对不对？对。黄色、黑色、蓝色都是6也可以放旁边的。对，这样也可以的，都可以的。我给你。1需要吗？不需要。阿飞说不需要，阿飞说不要。哦。Abi bana lazım değil diyor. Dinliyor, sağlam dinliyor. Hayır kan na bir masaya. Bu kompi. 因为其实这边会开到半夜2点，大家一直喝茶打牌，打牌。对呀。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Ortaya attı. Hocam her şey güzel olur. 8'liyi oraya verdi. 6'lıyı benden alıyor. Bu arada da ne yaptıysam真的是很好笑，就在帮我做效果。 Abi öyle bir şeydeyim ki, durumdayım ki neyi neye bağlayacağımı şaşırdım. Ben de yıllardır oynamıyorum bu oyunu. Sen bağlama, orası bağlayacağız zaten. Bir de kağıt taş yapmayı da göster. Taş çalmaya karşı maşallah. Maşallah. Taşı altan tabii herhalde abi. Çay içen var mı? Çayı, buyurun abi içecek.哎，我好像拼牌了哦。对。 Vallahi iyi geliyorlar, iyi geliyorlar. Cayo, Tayvan. Türksünüz değil mi siz? 好，意思，入境随俗。 Ben bir kek alayım şeye. Oğlum ben seni de yabancı zannettim ha. Ama yabancı memleketten geliyor. 不真打吗？ Sıra bende de. My friend. Oh. 转章啊，原来是转章啊。跟麻将最不一样的是，也有一个鬼牌，可以当成任何白色、任何的花色，就是万用的。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Abi seni alttan bana geliyor.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哦， Yerine attık de. 我们听不赢了，我们赢了。 看一下你的牌。 Böyle bunun üstüne. 来推牌。 这边是14、23，这个是每个地方可以放的。它可以当任何的牌。对，你看987、9876。Maşallah. Very good. Abi bu da çok dürüst. Anlamıyorlar zaten diyorum, söylemiyor. 其实也没这么难的嘛。我觉得我们在这边结束，因为现在赢了。对，台湾的朋友们赢，我们现在结束。为什么吗？他们付钱，不是我们付钱，好不好？ 不好意思啊，人品大爆发，第一次上场就旗开得胜，手气旺的连我都不敢相信，而且能用这样的机会交朋友，不止走进日常生活，也能透过用最在地的方式认识最 local 的 Antalya。我不懂，13吗？不是4。7。差太远了。哦哟。他说他不会算牌，我不信。我觉得会。现在是6。哦，哎呦。 你摸一个变赌神了，赌神来的哦。追魔。 13。自己跑起来。 For you, the sticker, our travel show, the logo. 记录出来。哎耶 sticker, 他找地方，他找地方，不点，小三也不上呢。喂，谢谢各位，谢谢，谢谢今天的行对对，谢谢。哦，赞。你这样走的，很快的。 原地吗？对。好，我来试试看。对，没错。打开手会更晕，打开手会更晕。开眼睛。哦，不行，看眼睛，不能看眼睛。网络版有啊，那么多嘛。所以记得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有回很多礼物和最好看的自由的旅行者。